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你一定要知道的中医经典中成药4君子丸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明明没干什么重活，却总感觉累，饭也吃了，却老觉得没精神，工作一天下来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如果你有这些感受，很可能是你的气不足了。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，现代人中有超过65%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气虚问题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察觉，只是简单归因于工作压力大或睡眠不足。而今天我要介绍的4君子丸，正是千年来中医应对气虚的首选方剂，被誉为补气第一方。什么是虚？什么是气虚？为什么会气虚？在详细介绍4君子丸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什么是气虚。我们在中医如何辨别哪里生病的那一期视频里说了虚症。虚症一共分5大类，分别是气虚、血虚、阴虚、阳虚和精虚。可能有人听着觉得迷糊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关键的内容回顾一下。先说气虚，好多人总觉得自己没力气，整天没精打采的，这很可能就是气虚了。中医里形容气虚有个8字真言，叫神疲乏力，少气懒言。说白了，就是体力和精神都不足，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也比正常人弱一些。而且气虚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寒热不明显。要是用咱们现代人好理解的话来说，就好像身体的能量不够用了，但又不是因为冷或者热导致的。比如说，有些人总感觉自己干啥都费劲，走几步路就累得不行，说话也有气无力的，这就是典型的气虚表现。再说说阳虚，阳虚和气虚有点像，都有功能下降的问题，但阳虚还有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怕冷。像有些人特别怕冷，手脚总是冰凉的，冬天的时候穿的再多都不觉得暖和。还有些女性来月经的时候，小肚子会觉得特别冷，这在中医里叫宫寒。另外，有的人腰膝酸冷，下肢也感觉发凉，这些都是阳虚的表现。简单来说，气虚是单纯的功能下降，阳虚是功能下降还加上怕冷的症状。阴虚和阳虚正好相反，阳虚是寒，阴虚是热。不过阴虚的热和咱们平时说的发烧还不太一样，阴虚的热经常表现为低热、潮热，还有五心烦热，也就是手心、脚心和胸口感觉特别热。而且阴虚还容易出现火旺的情况，这个火和热也是有区别的，热是全身都感觉热乎的，火是局部的，像长痘痘、口腔溃疡、嗓子疼这些，都可能是阴虚火旺的表现。另外，阴虚还有一种情况叫阴虚阳亢，主要表现在肝上，也就是肝阳上亢，会出现头晕头胀、面红目赤、烦躁易怒这些症状。还有些阴虚的人可能不觉得热，但是会觉得干，像眼睛干涩、皮肤干燥、口唇干燥，甚至大便干结，这是因为阴虚导致身体缺少滋润。血虚呢，很多人容易把血虚和阴虚搞混了。其实简单来说，阴虚更强调身体里的水分少了，血虚更强调血液里的营养成分少了。血虚的人脸色一般都比较苍白，手脚也白白的，嘴唇、指甲这些地方颜色也很淡，还容易头晕眼花，女性可能会月经量少，甚至闭经。因为血液是给身体各个器官输送营养的，血少了，像心脏、肝脏这些器官得不到足够的养分，就会出现心烦、失眠多梦、心悸，还有手足发麻、眼睛干涩这些症状。最后回顾一下精虚，精虚就是精亏、精少，它们都是一个意思。精虚主要和肾有关，因为肾藏精，主管生长发育和生殖。小孩子如果精虚，可能会出现生长发育不良的情况，像个子长得慢、智力发育迟缓，还有一些骨骼发育畸形，比如鸡胸、龟背、罗圈腿这些。成年人精虚可能会导致男不育、女不孕。另外，精虚还会让人早衰，大家可以和身边的同龄人比较一下，早衰的人头发容易早白、脱落，牙齿松动，骨头也变得脆弱，生殖功能也会下降。咱们把这5种虚症分得挺清楚，但在实际临床中，
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。比如说气虚和阳虚关系就很大，血虚和阴虚也经常同时出现，有时候很难把它们分得特别清楚。不过作为普通人，咱们至少要知道自己大概是哪种虚，这样在调理身体的时候也能有个方向。好了，回顾了这么多虚症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气虚呢？现代生活中，以下因素经常会导致气虚：作息不规律、熬夜加班；饮食不规律、暴饮暴食或节食；长期精神压力大；过度劳累、缺乏运动；慢性疾病消耗等。气虚了，生活中都有啥表现呢？咱们在诊法断法里也说过，有一个简单的口诀：神疲乏力，少气懒言。具体表现为：总感觉疲惫，即使没做什么体力活也容易疲劳；说话没劲儿，说话声音低弱，不愿多说话；气短，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喘不上气；舌淡，脉弱，舌头颜色淡，脉搏无力。特别是当你同时出现以上2种症状时，气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2. 那要是气虚了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四君子丸就派上用场了。四君子丸是一款特别经典的中成药，它的组成很简单，就4味药：人参、白术、茯苓和炙甘草。别看它药味少，作用可不小。四君子丸主要治疗脾胃虚弱症。我们之前在补气的传统药方那一期视频中说过，脾胃在咱们身体里特别重要，是气血生化之源，就好像是身体的加工厂，负责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营养，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。要是脾胃虚弱了，这个加工厂就没法正常工作了，身体自然就会出问题。首先肯定会有神疲乏力、少气懒言这些气虚的症状，舌头颜色比较淡，脉象也比较弱。因为脾胃功能不好，消化能力就差，所以会出现食欲不振，不想吃饭，或者吃了饭觉得肚子胀。大便也不正常，要么是拉肚子，也就是便溏，要么是排便困难，也就是便秘。这里要注意，便秘可不是单纯指大便干，只要是排便费劲都算便秘。另外，脾胃虚弱还可能会导致中气下陷，不过这个症状用另一个中成药补中益气丸来调理更合适。除了这些，脾胃虚弱的人还可能会肌肉无力，身体消瘦。当然，如果不涉及水液代谢问题，也可能会出现肥胖，因为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湿，水湿就会聚集成痰，导致身体发胖。要是影响到胃了，还会出现恶心、打嗝、嗳气这些胃气上逆的症状。所以四君子丸既能治疗脾气虚，也能治疗胃气虚，但相对来说更偏向治疗脾气虚。在现代医学里，像慢性胃炎、神经衰弱、胃肠功能减退、习惯性便秘、慢性肠炎、肠功能紊乱、过敏性结肠炎，还有慢性疲劳综合症这些疾病，如果中医辨证属于脾胃虚弱症，都可以用四君子丸来调理。尤其是慢性疲劳综合症，很多人得了这个病，就感觉整天没精神，干啥都提不起劲儿，情绪还比较低落。其实这就属于气虚的范畴，用四君子丸就挺合适。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四君子丸里这4味药各自的作用。人参可是个好东西，它能大补元气，还能健脾养胃。这里强调健脾养胃，是因为四君子丸主要是调理脾胃的，但实际上人参能补5脏的气，不管是心气虚、肺气虚还是肾气虚，它都能补。所以四君子丸也可以作为补气的总方，虽然在补其他脏腑气虚的时候，效果可能没有补脾气那么好，但也是有作用的。白术和茯苓这2味药简直是一对黄金搭档。白术本身就是补气药，茯苓虽然主要归类在利水渗湿药里，但它也有补脾的作用，可以说它们一半补脾，一半祛湿。脾有个生理特性叫喜燥恶湿，意思就是脾在干燥的环境里，运化功能才能更好。白术和茯苓正好针对这个特性，白术能燥湿，茯苓能祛湿，一个把湿气干燥掉，一个把湿气从小便排出去。而且白术的味道是甘苦温，甘味能补益，苦味能燥湿，所以在补脾祛湿这方面，白术的能力比茯苓更强一些。像咱们熟悉的参苓白术散里面就有白术和茯苓，
也是利用它们补脾祛湿的作用。最后说说炙甘草，它本身就是补中的补气的药，除了能增强整个药方的补气效果，还能调和其他几味药，让它们更好的发挥作用。那为什么这个药方叫四君子丸呢？因为这4味药补性平和中正，符合君子治中和的古意，就好像君子一样，做事不偏不倚，温和而有力量，所以就用四君子来命名了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四君子丸的知识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。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大家对中医里的虚症，尤其是气虚，还有四君子丸这款中成药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以后要是感觉自己气虚、脾胃虚弱，就知道该怎么调理了。要是还有其他健康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咱们一起用中医知识守护身体健康。记住，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，更是拥有充沛的精力和愉悦的心情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